铁三角终于找到了献王的墓室，可下一秒墓室竟变成了血红色，而原本实质的墙壁也变成了蠕动的怪物，张牙舞爪的朝三人扑来。起先胡八一在浮雕后发现了一具女尸，可还没等众人仔细研究，女尸就化作无数剧毒的尸蛾飞走，并露出了身后的洞口。三人刚想进去查看，没想那些尸蛾又折返了回来。眼看此地不宜久留，三人赶忙往通道里钻，没一会就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墓室。雪莉杨立马用金刚伞堵住了洞口，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所以老胡也顾不上摸金的规矩，当即用棺材盖堵住了洞口，并很快解决掉了那些漏网之蛾。三人这才有时间查看这间墓室，可他们发现棺材里并没有尸体，但老胡通过几坛酸菜判断出了主人的身份。按照灵芝，这个凤棺装的就是献王的老婆。那献王老婆的尸，外边那个。哎，我去，献王也忒邪门了吧？你说他老婆的尸体好不好的不搁棺材里面，拿来堵窟窿干嘛呀？可老胡也猜不透这献王的小心思，但这间墓室一眼就能望到头，根本就没有别的棺椁。就在三人分析献王的藏身之地时，地面上的白雾开始消散，紧接着整个墓室变成了血红色，四周的墙壁也流出了不知名的液体。更加恐怖的是，整个墓室竟然活了过来，到处都是蠕动的血肉。老胡也在此刻明白了过来，这不只是一个墓室，还是一具干尸。干尸，而且他现在已经复活了。什么复活？什么尸体？不是你说的，我听糊涂了，老胡。原来这间墓室是由假死的乌头肉汁打造而成，而乌头肉汁有2只眼，献王就用自己的老婆堵住了其中1只眼。由于胡八一破了这只眼，将空气带了进来，所以才让这头万年肉汁从假死状态中活了过来。而随着乌头肉汁的不断蠕动，献王老婆的凤冠逐渐被移开，另一个神似菊花的眼睛也露了出来，而胡八一也在里面发现了献王的真身，并且还在不断下线。可就在老胡准备钻进去时，四周的血肉忽然化作人形怪物，向着三人吞噬而来。眼看情况危机，老胡让雪莉杨想办法减缓肉汁的吞噬速度，他则让胖子抓住自己的双脚，然后一头钻进了菊花之中。可献王下线的速度太快，胡八一根本够不着。下边，老子下去了，没力呀！雪莉杨见状，赶忙用金刚伞卡住凤冠，阻挡肉壁收缩，然后也钻了进去，抓住胡八一的脚。这才让老胡够到了献王，可经过一番搜寻后，根本没发现木尘珠的下落，只是在献王手中找到了一个核桃，而另一只手里也只是一个金袋子。看到献王嘴里还有东西，胡八一还想撬开看看，但上面的胖子已经体力耗尽，于是胖子发力将他们全部拉了上来，然后在肉灵芝即将合拢前，成功从洞口爬了出去。而为了不让这个肉灵芝继续生长，胡八一当即拿着手雷塞了进去，一声爆炸后彻底消灭了这颗肉灵芝。老胡，出去摸到没有？看着胡八一这表情，两人的心情立马跌到了谷底。没想下一秒，老胡又拿出了一个核桃，弹得发亮的核桃上刻着一个眼睛图案，也证实了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木尘珠。只要你目光是瞄准月亮，迷失不忧又何妨？在星辰之间流浪，也不负这场勇往。以为比狂浪万丈，但始终温暖有光。愿多年之后回想，仍不会少年模样。